川普还没对中国下狠手，中国自己就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2024年，中国经济增速居然还能挤出个5%，硬生生超过美国。统计局的同志们可真是累得喘不过气，这数据硬熬的让人瞠目结舌。但别高兴得太早，这背后藏着的是人均 GDP 只有12000美元的穷国，却背上了发达国家都扛不住的债务大山。人口老化、资产暴跌、债务通缩的三杀已经悄然开场。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眼看着就要撞上冰山了。经济学家李迅雷早就放过狠话，中国最大的麻烦不是未富先老，而是未富先债。这话说得太扎心了。2024年，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德国的1/4，美国的1/6，连个像样的发达国家门槛都摸不着，可债务却已经堆到了天上。高盛2023年的报告直接甩出数据，中国政府债务高达 GDP 的126%。这还不算完，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，国有银行的烂账全加一块，简直是个无底洞。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教授更悲观，他早在2013年就警告，把地方政府的隐债、养老金缺口这些见不得光的账本算进去，债务早就破了 GDP 的100%。100%是个啥概念？看看欧洲吧。2024年，荷兰政府债务占 GDP 才43%，德国62%，财政健康的像个优等生。英国99%，法国112%，意大利136%。虽然高点，但人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，劳动生产率高。欧元还是储备货币，化债能力甩中国几条街。可中国呢？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债务负担却直逼这些老大哥，这还能玩得下去？更恐怖的是，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，2023年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飙到40万亿人民币，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更是没人敢细算。随便拉个天津市出来，2023年公开债务就超 1.16 万亿，这还没算那些藏在桌子底下的账。要知道，英国所有地方政府加起来才欠 1.2 万亿人民币，连天津一个市都比不过。英国伯明翰政府破产还被中国媒体当笑话看，可人家那是硬预算约束，没钱就破产，多干脆。中国地方政府呢？软预算约束完的飞起，借钱花钱没底线，反正破产不了。可政府不破产，苦的还不是老百姓。债务高不可攀，经济还怎么撑？房地产这根顶梁柱早就摇摇欲坠了。2024年，中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暴跌 17.3%， 全国房价平均下跌了 12%， 一二线城市跌得更多，北京、上海的豪宅都开始打折甩卖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已经缩水到 10.4 万亿，比2021年巅峰时期的 14.8 万亿少了整整1/3。这还不算完，恒大、碧桂园这些地产巨头债务违约的新闻满天飞。2024年仅上半年，全国就有超过200家中小房企宣布破产。老百姓的钱呢？大部分都砸在房子里。社科院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中国居民财富的 70% 绑在房地产上，现在房子跌得稀里哗啦，等于一家老小的存款直接蒸发。拿个例子算算，一套300万的房子跌 20%， 60万就没了，这可是普通家庭好几年的收入。更惨的是，根据央行数据，2024年居民房贷余额高达42万亿，月供压得喘不过气，可房子却卖不出去。儿子的钱花光了，孙子的饭也吃完了，留给下一代的只有躺平一条路。债务压顶，资产暴跌，接下来就是通缩的慢性自杀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，
中国2025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跌到 0.8%， 而 PPI 已经连续2年负增长，2024年平均下跌 2.1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企业赚不到钱，工资涨不了，消费更拉不动。国家统计局应说2024年 GDP 增长 5%， 可民间消费支出只涨了 3.2%， 工业增加值增长还不到 4%， 这 5% 是怎么挤出来的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更吓人的是人口数据。2023年，中国人口正式负增长，老龄化率飙升到 20.5%， 超过日本的 19.8%。根据联合国预测，到2050年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30%， 而劳动力人口将缩减到5亿以下。谁来还债？谁来消费？没人。日本靠旅游业还能撑一撑，2023年接待了3100万外国游客，旅游收入占 GDP 的 2.5%。西班牙也一样，去年 GDP 涨 3%， 全靠游客和移民。可中国呢？2024年入境游客只有1800万人次，连疫情前的1/3都不到，旅游业救不了命啊！中央政府也知道大事不妙，2024年开始捂钱包，财政赤字率硬生生压到 3% 以下。经济学家于永定直言，经济这么差，中央还不肯花钱，这不是自找死路吗？可不捂钱包行吗？再印钞票就是大通胀，人民币贬值，外资跑路的3连击。结果呢，外资已经用脚投票了。商务部数据甩出来，2025年1月实际利用外资 975.9 亿元人民币，同比暴跌 13.4%， 创下2021年以来新低，比疫情期间还惨，这谁敢信？更扎心的是，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，2024年全年资本净流出高达3200亿美元，比2023年的2500亿还多。外资巨头撤得飞快，特斯拉上海工厂裁员 10%， 苹果供应链搬到越南，连日企都跑去东南亚建厂。央行外汇储备2024年底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，只剩 2.98 万亿，创5年新低。谁还敢来中国填坑？连中央自己都信不过，谁信啊？债务炸弹炸完企业，接下来就是失业潮。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官方说是 5.1%， 可真实数字谁知道？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，2024年3季度企业招聘需求同比下降 18%， 中小企业倒闭率飙升到 15%。光是房地产产业链就有超过300万人的饭碗，岌岌可危。社科院估计，2025年若经济继续下行，新增失业人口可能突破1000万。再看看外贸这块，2024年出口增速从2023年的 7.1% 衰到 4.2%，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让出口企业雪上加霜。根据海关总署数据，2024年对美出口额下滑 8.3%， 中小企业订单量平均减少 20%。一个小厂子年产值500万的，利润率 10%， 赚50万，现在订单没了，工人直接下岗。全国50万家出口企业，保守算 30% 倒闭，那就是15万家破产，60万人的饭碗没了，还不算上下游的物流、仓储这些陪葬品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人均 GDP 才12000美元，债务和人口双双到顶，资产暴跌，通缩逼近，2024年经济增速居然还能有 5%， 这数据真是亮瞎眼。统计局的同志们使出浑身解数，把 GDP 硬撑到 5%， 可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苦。社科院的调查显示，2024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 2.8%， 连通胀都跑不过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.5%， 可超市里打折促销满天飞，商场人影都没几个。
国际上早看透了。IMF 预测中国2025年真实增速可能只有 3.5%， 高盛更狠，直接说 2.8%。连华尔街都直言中国数据的水分全世界都知道。统计局硬挤出来的 5%， 不过是给领导看的面子工程，可这面子底下是14亿人越来越沉的苦日子。中国这艘经济巨轮已经被债务、人口、资产暴跌3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。政府不破产，老百姓先破产；企业不倒闭，工人先失业。中央捂紧钱包，外资跑得飞快，房地产泡沫破了，消费拉不动，出口也救不了命。更要命的是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，中国若不赶紧化解债务危机，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未来20年人均 GDP 都爬不到2万美元。想想希腊吧，2012年债务危机，政府债务占 GDP 170%，最后靠欧盟救命才爬起来。可中国呢？谁来救？靠自己吗？地方债40万亿，居民债50万亿，企业债100多万亿，加起来比 GDP 还高 50%， 这窟窿怎么填？更别提养老金缺口了。中国社科院估算，到2035年缺口将超10万亿，2050年可能破30万亿。年轻人养不起老人，老人工资发不下去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说到底，中国这几年是把儿子的钱花光了，孙子的饭吃完了，现在留下的是几十年的通缩噩梦和失业狂潮。2025年才刚开头，外资跑了，企业倒了，房子跌了，工作没了，老百姓的苦日子才刚刚拉开大幕。要我说啊，与其在这死撑，不如早点认清现实，否则这波经济寒冬真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。